有缘人，今天我们来谈论一个有趣的话题。你有没有留意过你睡觉时候的姿势？是习惯往左侧卧还是右侧卧？实际生活中，不同的睡姿对人们的睡眠质量影响各异。有的人偏好仰卧，而有的人则倾向于侧卧，无论是右侧还是左侧。有些人倾向于像胎儿一样蜷缩着睡，也有些人选择俯卧。在睡衣的选择上，有人喜欢穿着长衣长裤入睡，有人则更享受短衣短裤无拘无束的睡眠。至于大热天是否需要盖毯子，也是因人而异。有人觉得这样更舒适，有人则认为不盖更自在。如果你之前没有特别关注过最适合自己的睡眠方式，那么现在就是一个开拓眼界的绝佳时机。接下来，通过一个禅宗故事，你将发现右侧睡眠可能带来的不同体验，这有可能彻底改变你的睡眠模式。在日本的群山之间，坐落着一座宁静祥和的佛教寺院，四周环绕着平和的庭院。在这里，一位名为信三的老僧以其深厚的智慧闻名，决定向世人传授关于睡姿的深远见解。在皎洁月光的照耀下，夜晚显得更加宁静，众弟子聚集在主堂，沉浸在一片冥想的氛围中。信三禅师盘坐在榻榻米上，以平和而舒缓的语调向弟子们娓娓道来。今天我们将一起探讨为何右侧卧睡对健康和身心福祉有着莫大的益处。信三禅师开场说道，他将引导我们深入了解右侧睡姿如何深刻影响我们的身心健康，以及它如何促进精神的成长。你将洞悉为何佛教僧侣历经数世纪，始终倾向于选择右侧而眠。弟子们正聚精会神地聆听时，信三禅师继续说道，在古老的东方传统中，身体、心灵与精神的联系对于智慧与平衡的获得至关重要。选择右侧睡姿也并非偶然，而是源于对睡眠原则的深刻理解。第一个好处是促进淋巴排毒。信三禅师解释道，淋巴系统像一条静谧的河流，流经我们的身体。左侧有助于淋巴流动，因为它运送蛋白质、葡萄糖等物质。右侧睡姿则为这一流动提供了畅通的道路，帮助身体像河流带走枯叶般排出体内毒素。信三禅师带着温和的目光分享了第二个好处，为何一线就像我们体内的圣殿之神。当我们右侧睡时，为这些器官腾出空间，让它们得以发挥作用。这不仅是一个身体姿态，更像是在邀请他们共舞，帮助我们为新的一天做好准备。见弟子们听得入神，信三禅师接着谈到第三个好处，净化。右侧睡姿有助于体内废物的排泄，像溪流滋养肥沃的土壤一样，肠道成为了营养吸收的花园。到了清晨，身体已经准备好迎接新的开始。在柔和的灯光下，信三禅师继续谈论心脏健康的益处。心脏是我们身体的统领。他微笑着说，右侧睡姿为心脏创造了一个理想的工作环境。由于主动脉从心脏向左弯曲，这样的姿势
能让血液流动更为顺畅。接着他提到脾脏，称其为身体的忠实仆人。当我们右侧睡时，脾脏得以休养生息，体液如同朝圣般流向它，滋养并激活这一隐藏的器官。信三禅师深邃的目光中透露出智慧，他继续讲述第6个好处。就像大自然顺应河流的路径一样，右侧睡使我们与重力紧密相连，它是我们夜间无声的向导。重力帮助淋巴系统更高效的运作，促进身体的净化。当我们右侧休息时，信三禅师接着说道，我们找到了身心的平衡。这不仅仅是为了舒适，而是为了提升健康，深化与世界的连接。这是一场生命的庆典，显现在我们的梦境和静谧时刻中。这样的睡姿不仅是身体的休息，更是内在和精神觉醒的契机。当弟子们怀着极大的兴趣听着时，信三禅师分享了右侧睡眠的更多好处。这样睡觉有助于呼吸。当你躺在右侧时，你的气管和食道与脊柱更好地对齐，使呼吸变得更容易。横膈膜位于肺部下方，更自由地移动，促进深呼吸和平稳呼吸。由于心脏在胸腔的左侧，他继续说，这样睡觉减少了对心脏的压力，改善了血液循环。它还可以帮助预防胃酸倒流。在这个位置，胃低于食道，减少了胃液回流的风险。此外，信三禅师补充说，右侧睡眠支持脊柱，使其保持自然的 S 型，这减少了对椎间盘和关节的压力。记住，右侧睡眠不仅仅是更好的休息方式，它是通往意识和精神成长的路径。以上信三禅师关于睡姿的分享，其实和现代医学理论也不谋而合。从生理学和睡眠卫生的要求来说，以双腿便屈朝右侧卧的睡姿是最合适，这样使全身肌肉松弛，有利于消除疲劳。心脏在胸腔内位置偏左，右侧睡心脏受压少，可减轻其负担，有利于排血。胃通向12指肠以及小肠通向大肠的口都向右侧开，有利于胃肠道内容物的顺利运行。肝脏位于右上腹部，右侧卧时它处于低位，因此供应肝脏的血多，有利于对食物的消化、体内营养物质的代谢及药物的解毒，以及肝组织本身的健康等。但侧卧要注意睡的枕头不宜太低，否则会使颈部感到不适。俯卧的人较少，一般不提倡这种睡姿，因为俯卧时压迫胸部，影响呼吸，使心肺工作量增加，故俯卧不利于健康。具体总结一下就是，身体向右面侧卧，两腿合拢，微微弯曲，左手轻放在左大腿外侧上，右手拇指伸开，把右手大拇指放在耳垂后面的凹陷中，食指和中指贴着左太阳穴，无名指、小指自然分开附于头侧，右肘弯曲贴近胸肋，负枕而眠。这个姿势在修行中又叫做吉祥卧。有的人这样睡会把手压麻木了，可把手往前放一些，不压在头下。睡觉为什么要吉祥卧？吉祥卧有2个好处，一是不会令睡眠时间空耗，
而能充分利用起来，积累不可思议的功德。吉祥卧有4种功德：第一，身体不放松，不会因散乱而产生不如法的念头和行为；第二，睡眠中不会失去正念；第三，不会深度昏沉；第四，不起噩梦，经常做吉祥之梦。另一个是，如果我们在酣睡中离开人间，以此卧事也不会堕入3恶道。所以以前的一些老修行人都比较注重用这种吉祥卧式睡觉。星云大师也曾传授吉祥卧的方法给一些失眠的人，非常有效，不但能很快入睡，而且无梦。具体方法如下：首先，睡前要用温水洗脚，促进血液循环，这样比较容易睡得着。其次，睡觉时右侧而卧，称为吉祥卧，不要仰睡，也不要俯睡，那会增加身体的动荡烦躁。一般睡不着的人常说，我翻来覆去睡不着，那是当然的，身体动荡影响了生理，就无法安然入睡。只要以吉祥卧，身体不乱动，很快就入睡了。第三，睡下来之后要保持观想，观想光明，观想远远的地方有光明。观想光明时，要把眼睛闭起来，观想眼前若有无的光明。能在观想光明中入睡，一定会睡得很轻松，很甜蜜，不仅仅无梦，还能心中如镜。用这种方法睡觉，天天都能睡得很好，有时候头刚靠到枕上没2分钟就睡着了。不管何时何地，只要想睡，立刻睡着，心里还明明白白，睡着了照样诵经拜佛，华严的光明却不失去。明天打算几点起来，心里只要想一想，明天5点起床，不必用闹钟，也不必挂念，5点钟自然清醒。吉祥卧的能量可见一斑。自古以来，真正的修行高人都深知睡眠的奥秘。睡眠乃修行的根基，若欲修行有成，必先安睡。那么如何能酣然入梦，使睡眠成为生命的滋润剂呢？大德弘一法师曾经透露了几点秘诀，若我们依此而行，不仅可享有优质睡眠，还能延缓岁月留下的痕迹。一，子时之前一定要睡觉。在养生概念中，睡觉是人生第一件大事。如果每天子时前不睡觉，看病时很多老医生就会说，不给你治了。其实不是不给治，而是治不好了。常年熬夜的人，无论男女，直接伤肝，日久伤肾，逐步造成身体气血双亏，每天照镜子时会觉得脸色灰土一片。这时候就是天天吃营养品，天天锻炼身体，也不能挽回睡眠不足或者睡眠不好带来的伤害。因此早起没关系，但晚睡绝对不行。许多精神不振的人多有晚睡的习惯，这往往容易伤肝、伤精、伤胆。这样的人眼睛往往也不好使，心情多抑郁，快乐的时候不多。这是肺气受影响，长期得不到有效宣发的原因。还有的人认为晚上睡得晚了，白天可以补回来，其实根本补不回来。要么睡不着，要么睡不够，即使感觉补过来了，
其实身体气血已经损伤大半了。2. 睡时宜一切不思。修行人入睡时的理想精神状态是此身如无物，或如糖入于水，先融化大脚趾，然后是其他脚趾，接着脚、小腿、大腿逐渐融化，最后化为乌有，自然睡着。很多时候，失眠源于入睡时有挥之不去的杂念，此时不要在床上辗转反侧，以免耗神，更难入睡。最好的办法是起坐一会儿后再睡。实际上，对于现代人来说，要想在晚上11点前入眠，早早的上床酝酿情绪也很关键，以便给心神一段慢慢沉静下来的时间。先睡心，后睡眼，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还是不行，可以尝试在睡觉前简单的压腿，然后在床上自然盘坐，两手重叠放于腿上，自然呼吸，感觉全身毛孔随呼吸一张一合。若能流泪打哈欠，效果最佳。到了想睡觉时，倒下便睡。3. 午时宜小睡或静坐养神。午时相当于上午11点至中午1点，此时如条件有限，不能睡觉，可静坐1刻钟，闭目养神。在寺庙里打坐修行的和尚都习惯于在午时打个盹。其实正午只要闭眼真正睡着3分钟，等于睡2个钟头，不过要对好正午的时间。夜晚则要在正子时睡着。4. 睡眠一定要早起。真正懂养生的人，即使在冬天，也不会超过早上6点起床。春夏秋季尽量在5点之前起床。对人体养生而言，早起有利于人体的新陈代谢。早起的好处在于，一方面可以把代谢的浊物排出体外，如果起床太晚，大肠得不到充分活动，无法很好地完成排泄功能。此外，人体的消化吸收功能在早晨7点到9点最为活跃，这是营养吸收的黄金时段。所以千万不要赖床、头昏、疲惫不堪，很多都是由于贪睡引起的。前面我们已经谈了睡眠的姿势和睡眠的时间，最后还有一个关键，就是睡眠时的环境。俗话说，养生须知，居室为先。这句话深刻地指出了居住环境对人体健康的直接影响。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快节奏的社会中，对于睡眠的需求更是凸显。人的一生大约有1/3的时间都在睡眠中度过，因此卧室的环境对我们的健康至关重要。有些东西本不应该进入我们的睡眠空间，很多人并没有注意，比如以下4种东西需要特别注意。1. 绿植。很多人喜欢在家中养些花花草草，这既是陶冶情操，也能给家中增添生气，是值得推崇的。但在卧室中摆放绿植却需要谨慎。白天，植物通过光合作用产生氧气，为我们提供清新的空气。然而，晚上这一过程停止，它们反而吸入氧气，释放二氧化碳。在相对封闭的卧室环境中，夜晚长时间待在这样的环境中，可能会增加二氧化碳的浓度，影响呼吸，从而影响睡眠质量。除了影响呼吸外，
卧室中的绿植还可能成为细菌和真菌的滋生场所。在夜晚，植物无法自我净化，导致表面可能变得潮湿，为细菌滋生提供了温床。这可能导致过敏反应、呼吸道感染等健康问题。为了避免绿植成为隐形杀手，建议在卧室中的绿植宜少不宜多，最好还是放在客厅、阳台等通风良好的位置。2. 床下杂物。很多人为了充分利用房间的空间，喜欢在床下收纳一些不常用的杂物，看似方便实用，却隐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危害。卧室底下的环境通常比较阴暗潮湿，将物品长时间放在这里可能导致受潮发霉。一些受潮的电子产品可能彻底报废，而衣物、鞋子等则可能因为发霉而散发不愉快的霉味。而且在相对封闭的空间中，如果杂物中含有一些有害物质，例如废弃的电子产品、旧鞋子等，可能会释放有害气体，对卧室空气质量产生负面影响。这对于需要在这个环境中待上一整夜的我们来说，是一个潜在的健康威胁。因此，虽然床下收纳看起来很美观，还是要尽量避免将一些容易受潮的物品或易散发异味的物品存放在这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对于不经常使用的物品，可以考虑寻找其他存放地方，最好是减少床下的杂物数量。3. 毛绒玩具。毛绒玩具是许多人小时候的陪伴，尤其是一些年轻的园主喜欢在房间里甚至床上摆放一些可爱的毛绒公仔。但是要注意，公仔表面的绒毛是灰尘和细菌的理想藏身之地，如果不及时清理，这些玩具可能成为过敏源，并可能导致过敏反应、呼吸道问题等健康问题。尤其是对于过敏体质的人，过多的毛绒玩具可能增加患病的风险。在湿度较高的环境中，毛绒玩具还可能成为真菌的温床，并散发出不仅令人不快的气味，还可能对呼吸系统产生负面影响。所以建议卧室中的毛绒玩具如果有，也不要过多，并且一定要定期清洗，然后日晒晾干，杀菌消毒。4. 零食。有些人在睡前喜欢在床上玩手机、看电视，顺便吃点小零食。没吃完的零食也往往会随手放在床头柜上，这种行为可能导致食物残渣掉落在床上，吸引小虫子，甚至滋生细菌。特别是一些口味较重的食物，可能会让整个卧室弥漫刺激性的气味。一些零食中含有咖啡因或刺激性成分的食物，比如巧克力或咖啡，可能导致失眠或影响入睡时间。晚上吃零食还可能引发消化不良，影响睡眠质量。为了一个有益于睡眠的良好环境，建议大家不要养成在卧室吃东西的习惯，让卧室成为真正的休息场所，而不是零食诱惑的第二厨房。以上我们讲解了修行中睡眠的时间、睡眠的姿势以及睡眠环境的一些注意事项，大家不妨从今晚就开始尝试。这些道理是宝贵的，这里只讲给有缘的人。如果你真的听懂了上面的东西，并照着做了，
你就得到了健康长寿的70%。另外，心态、饮食、及时调理各占1成，唯独睡觉占7成。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分享让你有所收获，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安然入睡，若欲修行有成，必先安睡。愿大家在每个夜晚都能享受到深沉而宁静的睡眠，让身心得到充分的休息和恢复，为新的一天积蓄能量和灵感。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屏幕上的订阅按钮与我建立连接，随缘加入会员共修福报，随喜转发功德无量。